你好，欢迎收听陪你读书，我是主播杨杰。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《巴菲特之道》。下面我们会用大概10分钟的时间，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。本书的作者是罗伯特·哈格斯特朗。巴菲特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投资家。为了解开巴菲特投资之谜，国内外出版了成百上千的书籍。其中这本《巴菲特之道》被公认为总结巴菲特投资思想的最好的书。本书认为，普通人使用巴菲特的方法，或许不会成为亿万富翁，但一定会提升自己的长期投资水平，成为更好的投资者。接下来我将为你讲3个重点。第一部分，巴菲特怎么形成自己的投资观？第二部分，巴菲特喜欢选择什么样的公司？第三部分，巴菲特在投资交易时奉行什么样的思维方式？第一部分，巴菲特的投资风格主要是深受3个人的影响。第一个是本杰明·格雷厄姆，他是巴菲特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读书时候的老师，也是证券分析行业的开山祖师，被誉为华尔街教父。巴菲特在格雷厄姆教导下系统学习价值投资理论，这也是格雷厄姆给巴菲特投资观的影响，主要有3点。第一点，买股票就是买公司。年轻时的巴菲特跟大部分股民一样，认为股票不过就是一张有价格的交易纸片。当遇到格雷厄姆之后，他开始认识到股票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公司。交易者们把眼睛过多地放在了股价的跌涨中，而忘记了股票的本来意义。第二点，用打折的价格买股票。有一句投资名言，一是不要亏损，二是不要忘记第一条。这话最初来自格雷厄姆，他的方法是买价格比价值低得多的股票，买的时候就先保证把钱赚了。一家公司有一个大概的真实价值，如果股价大大低于这个真实价值，那投资者买入之后就会比较安全，就算看错了也能留有余地，更不容易亏损。第3点，怎么看待股市的波动？格雷厄姆创造了一个寓言角色，叫市场先生。市场先生每天都会来投资者门口给股票报个价格，可他情绪不是很稳定，有时乐观，有时悲观，所以报价时高时低。可股票代表的是企业，真实价值并不会大起大落，天天都在变。投资者要做的就是始终保持理性，无视或者利用市场先生带来的机会。凭借从格雷厄姆身上学到的这3点要诀，巴菲特早期的投资生涯非常顺利，操盘的私募资金也发展得非常快。但是随着资金的增长，他也发现了格雷厄姆方法的问题，重价格不重质量。买来的公司常常是经营困难，前景堪忧，必须要自己去想办法给搞破产了，才能清算企业资产，把钱收回来。这时候，巴菲特的投资风格逐渐转向了第2个人，菲利普·费雪。同为投资者的2人在选股方面风格完全不一样。格雷厄姆强调企业的便宜程度，而费雪更侧重企业的成长性，更愿意用好的价格买好公司和成长股。费雪强调2点，一是买好公司，二是选择好的管理层。费雪喜欢做定性研究，他主张投资者要去调查、观察企业的经营管理。巴菲特很早就接触并认同了费雪的理论，但真正让他摆脱原有的惯性思维，转变投资风格的是第3个人，查理·芒格。芒格对巴菲特的主要影响有2个，一是为好品质买单，从格雷厄姆的便宜货思想转向费雪的好公司思想；二是多元思维模型，用多学科的知识体系武装自己的大脑。在芒格心里，为一家伟大的公司支付公平的价格，胜过为一家平庸的公司支付便宜的价格。在芒格的推动下，巴菲特走出了格雷厄姆理论框架的束缚。1971年，芒格说服巴菲特买入了喜诗糖果，出价是净资产的 2.5 倍，这是巴菲特投资生涯中第一次为品质买单。喜诗糖果后来成为巴菲特最成功的投资案例之一，他至今还保有这家公司。
第二部分，巴菲特虽然绰号股神，但其实他并不炒股，而是投资公司。他进行投资决策时，分析的是企业，而不去分析市场、宏观经济和股票。本书把巴菲特的投资方法归纳为12条准则，我把它总结成4个标准。1. 企业准则，生意好不好？巴菲特喜欢的公司有3点要求：一是生意模式简单，一看就懂；二是经营历史持续稳定；三是长期前景清晰可见。书中列举了巴菲特的9个经典投资案例，比如可口可乐、亨氏、富国银行、美国运通等等。这些公司基本上都跟老百姓的生活相关，都是长期提供同样的产品和服务，都有几十年的财务数据可以查看，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很清晰。2. 管理准则，高管好不好？巴菲特对管理层提出了3个要求：理性、坦诚、独立思考。理性就是能高效配置资源，坦诚就是不仅能报喜，也能报忧，承认错误和失败。独立思考就是能不从众、不跟风。巴菲特提供了一些小窍门，你可以翻翻这家公司过去几年的年报，尤其是仔细阅读管理层所说的未来策略，对照现实看看有没有说到做到。除此之外，就是去查看财务数据。3. 财务准则，回报好不好？巴菲特关注的数据不是公司的净利润，而是利润率和净资产收益率。这2个指标才真实反映企业的长期盈利能力。再看公司赚了钱是不是回报给投资者了。公司管理层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赚了钱怎么分。不管是给员工加工资，还是用于研发投资，你没有发给股东的那部分利润留在公司是要增值的，否则就是对投资者不负责任。4. 市场准则，股价好不好？要想打折买，先得确定这家企业值多少钱。巴菲特强调，模糊的正确好过精确的错误，计算到小数点后几位都没有用，重要的是你能看懂这家公司，能大致估算出它的长期回报。根据本书作者的计算，巴菲特投资的时候，可口可乐的市值约150亿美元，而它的真实价值在200亿到480亿之间。以最保守的估计，巴菲特买可口可乐的股票也只是用了7折的价格。在另一个案例里，巴菲特买华盛顿邮报的股票，更是以低的离谱的2折价格买的。可口可乐10年涨了10倍，华盛顿邮报20年涨了36倍。算上红利，平均年收益都超过了 20%， 成了巴菲特投资案中的经典。第3部分，这里重点说说巴菲特在投资交易中最重要的3种思维方式。第一，能力圈思维。能力圈就是指能力范围。巴菲特一直在强调，要在自己的能力圈内投资，别跳出圈去做那个自己做不了的事。第二，概率思维，也就是抓住好机会下重注。本质上说，投资者做的就是一个概率学谜题。股票市场就是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大仓库，仓库里各种不同的力量合力作用，形成了股价的变化。投资者就是要判断各种事情发生的概率，最终做出投资决策。第3，逆向思维。巴菲特最著名的一句话可能就是：别人恐惧时我贪婪，别人贪婪时我恐惧。大多数人都会有从众心理，股市里更是这样。追涨杀跌，这恰恰是大众亏钱的原因。巴菲特非常善于逆向投资，但仅仅与众不同是不够的。你必须懂得别人为什么是错的，懂得自己应该做什么，还必须有强大的内心，坚持到最后的胜利来临。比如股票跌了怎么办？大多数股民不能忍受股票下跌带来的痛苦，他一点也不害怕股票下跌。相反，股价下跌对他来说是好事，因为带来了买入的机会。巴菲特的字典里也从来没有止损2个字，他不需要股价来证明自己是不是正确，他用时间来证明自己的正确。
根据统计，时间拉得越长，股票收益跟公司的经营水平、盈利水平越一致。可以说，与众不同的超长期投资是巴菲特投资道路成功的核心。以上就是巴菲特之道的主要内容，感谢关注陪你读书，欢迎点赞分享，同时可以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陪你读书的更新会第一时间提醒你。我是主播杨杰，我们下期再会。